但追查事件真相，掌握政局變化。觀眾朋友你好，歡迎加入新聞大白話，我是主持人譚一倫。節目一開始來介紹今天的特別來賓，首先是耶魯政治學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前駐紐大使謝文基，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前張淵艦長黃征輝，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好，我們持續帶大家來關心國際的訊息哦。不過跟我們也蠻有相關性的，也就是我們的鄰居厝邊隔壁日本跟中國大陸之間哦，現在這個情緒滿。當然也是從台灣這邊的論點而起哦。好，我們當然也要看到中日現在緊張的局勢加劇哦，所以中國也出動了是畫紅線的組合拳，好，包含的是外交、軍事、輿論的攻勢，多方的施壓日本哦。那中國大陸有4艘的海警船，16號這邊呢就駛入了釣魚台的領海內來維權巡航。那17從今天開始到19號也會在黃海舉行實彈軍演。解放軍報更警告說，日方如果以武力來介入台海，日本全國都有淪為戰場的風險。好，那當然現在高市早苗的言論讓中國大陸非常的不滿，所以林健也在 X 上面發布了波茨坦的公告第8條。好，說從公告的上下文來看這一條主要就是確定戰後日本的領土範圍和重申日本歸還竊取他國領土。甚至外交部的毛寧呢也用英文跟日語雙語來發文說1972年的中日聯合聲明裡有白紙黑字就寫着日本國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權、合法政府，無論誰當政，日本都必須信守承諾。好，這個是中方連續在他們的社群上面發布了一些過去日本重申這個主權的部分。好，那這次事件牛彈琴這邊也特別講到說，日本至少有3個沒想到。好，第一個就是日本首相換得比較勤，但中日建交以來沒有一個像高市早苗這樣直接表態，所以讓中國相當的憤怒。再來就是前首相也都批高市說法無助於提升威懾力。那再來就是他沒想到，結果川普沒有幫他們背書本來麻吉，結果這事情大條之後，川普就是轉身就走這很像川普的個性。好，那當然現在是不是反制日本，中國大陸會有下一步呢？是召回駐日大使，有這樣子的可能性存在。好，但當然日本現在跟中國大陸的這個交情不好之後，可能會影響到他們的經濟嗎？我們先看日本第3季的 GDP 下降了1.8%，6個季度以來是首次的萎縮。好，那這會不會雪上加霜呢？因為中日急凍，所以現在陸客可能不會再去日本這一陣子啦齁。好，那日本的旅遊零售股集體雪崩的暴跌。好，我們看到資生堂股價一度暴跌11%是4個月以來的最大跌幅。唐吉訶德門市泛太平洋的國際控股股價也一度重挫8.9%，這是2024年8月以來最大的跌幅。因為這2家公司都深受中國旅客的歡迎直接反映在股價上頭。好，那也看到中國大陸的這個外交部也教大家不要去日本嘛。好，內媒呢就有是引述了航空公司的消息說，可能會進一步的減少到日本的航班。好，那現在呢，中國飛日本航班量在近日已經大幅下滑。好，那中國航空公司的市場部人士來說將進一步的減少到日本的航班。那現在網絡也掀起了一個退日潮，也就是大曬成功退票的照片。好，因為他們國內的航空公司，也就是對岸國內航空公司有說可以免費的來退票嘛，所以很多人也是直接秀出說，我日本的機加酒都已經退了，然後呢告訴大家說我是支持我們國內的這個政策民主主義。好，那當然中國也呼籲公民避免赴避免赴日。那經濟學家說，如果華旅客大減，這個 GDP 恐怕會降2萬億的日元。那可見嘛，這個中國大陸的陸客對於日本來說，確實也是一個非常大的市場。好，那當然現在也挺日向美國的駐日大使有 po 川普跟高市登美航艦的照片。
他的意思是說，美日同盟維護台海的和平，說作為自由開放印太地區的一部分。不過你也可以看到，這個駐日美軍基地也發現了大量的毒蜘蛛哦，確實也到了微博熱搜。因為現在有跟於這個日本關係相當密切的部分，大家都很關注。說近年來哦，延國基地附近發現了很多黑寡婦的蜘蛛哦，這種外來品種的毒蜘蛛。好，黑寡婦大家也會有一些不同的想法，因為我們看到電影《黑寡婦》也是一位女性哦，所以這是不是有一點點意味的連結訊號呢？好，那當然現在的中國大陸官媒哦，《中國日報》旗下的一個新媒體叫做起底工作室，跟多個微信公眾號陸續發文，那掀起了新一度的琉球地位未定論哦。好，沖繩人說哦，其實自古以來沖繩就是個獨立國家，名為琉球，被中國啊、朝鮮、美國等國，甚至日本都承認是獨立的主權國。好，所以如果中日開戰的話哦，駐這個沖繩的日本軍力一定會成為首要的打擊目標，也會給沖繩再次帶來災難。好，那日本經濟新聞以中國瞄準沖繩跟巴士海峽為題哦，他們指出沖繩是部署在印太地區的美軍作戰補給的前線基地。好，那美國呢在沖繩的軍事存在，也讓中國大陸感到相當的棘手。所以也有說哦，這高市早苗其實有在擬定要修改的是無核三的原則，也就是高市早苗沒有明確的闡述對於無核三原則的承諾，其實引發了像是九州啊，還有沖繩的焦慮。那經歷過二戰原子彈爆炸的倖存者就表達相當的憤怒。好，我們看到這個畫面哦，他們認為是不可以接受的，所以就有沖繩人到東京旅遊的時候就高舉的絕不讓琉球湖成為戰場的標語。所以這可見日本現在在內部哦也是蠻分化的。好，對於高市早苗的言論哦，其實也是有蠻多不同的聲音存在。好，那我們還是要看到啊，這個日本跟中國的情緒哦，我認為是有點國仇家恨啊。所以這個高市早苗講到這種事情哦，當然就是掀起了中國的民族情緒的激動。亮哥，中國大陸現在的要求就是高市早苗要正式撤回言論啊。那目前是這樣啊，那個。針對這個言論啊，產經新聞做了民調，49比44，支持的是49啊。那高市早苗個人民調呢，是從62升高到69啊。那30歲以下尤其明顯啊，30歲以下。所以我一個朋友說，日本也有青鳥啊，就是那個18歲到30歲哈。日本女性支持高市早苗高達88%，啊，這麼高啊？對，男性呢81%，然後50歲以上認為高市早苗這個行為是錯的，因為他們比較有戰爭的 feel 啦。其實這個，但在日本就有個世代的斷層，非常明顯，非常明顯啊，就是年輕人支持他啊。可是這個會隨着，因為中國大陸坦白講，你現在講那個外交語言那個沒有用了啦，現在就是直接行動。升溫，然後讓日本人有點感覺啊，比如說你剛剛講到旅遊嘛啊，去年中國旅客到日本是690萬，大概佔18%，第一名是韓國，韓國是22%啊，我們台灣是14.5%啊，所以中國大陸就是700萬旅客了啊，那700萬旅客，因為中國人很愛買啊。所以實際的消費，我認為一定超過韓國跟台灣了哦，因為他們真的到日本就買一堆回去，以前連馬桶都搬回去啊，就是真的是這樣啊。他到那個石垣島，把馬桶都搬回去啊。那你剛剛秀出來說什麼資生堂啦，一大堆，就是中國的旅客真的是消費比較大，所以這個當然對日本就是一個重擊嘛啊。所以旅遊股就暴跌啊！那這個我認為雙方目前，我認為中國大陸是不可能退了，因為他已經把它定位為，他已經把它類比到1931年的9·18事變，就當年日本用的理由都是叫生存危機啊，就存立事態危機了啊。那中國還把它類比到盧溝橋
你也都是用同一個邏輯啊。而且我講大白話啦，照理講，純利時代危機離它更近的應該是朝鮮半島啊。那北韓打韓國那個延坪島直接打飛彈啊，你日本怎麼不跳出來說有純利危機啊？為什麼你針對台灣特別這樣說？為什麼你對朝鮮半島你沒有純利危機呢？我講大白話啦，因為你知道金正恩會轟你啊。我認為就是這樣啊。所以中國大陸不會這樣想嗎？所以中國大陸就要你吞回去，叫你以後不能這樣講啊。那現在日本是怎麼打算呢？他那個政調會長出來講話了，日本自民黨的政調會啊，他說：“哎呀，他講話講太快了，下不為例了，他以後不會這樣講了。”他們想這樣忽悠過去了，中國大陸不同意。中國大陸說：“這個不是下不為例的問題，而是你這個話已經變成國會的記錄。”所以你要收回，啊，而且他又說歷代政府都這樣講啊，石破茂跳出來說沒有，歷代政府沒有這樣講，是你這樣講啊，所以我認為中國大陸不會退了，那高市早苗一時之間也退不了，那就會逐漸那個民意的變化了，那他會逐漸調整這樣。好，謝大使怎麼看？那個最新的發展就是日本的媒体已經公布了啊，日本外務省亞洲大洋洲的局長啊，叫金井正章啊，他今天已經飛往北京了。預料他是要跟中國大陸外交部的這個亞洲司司長啊劉勁松啊展開會談。那麼這個日本的方面的報道就是說哈，這一次這個金井正章他去北京啊，他主要是要說明。他說高市早苗最近有關的涉台言論啊，並沒有改變日方的一貫立場。那同時呢，他還要傳遞一個訊息，就是說啊，日本認為即使雙方啊在這個立場上有分歧哈，也應該避免影響人員交流的立場。所以呢，日本是很在乎這個人員交流的，因為照剛剛那個郭委員講是去年資料，今年的資料更多的，1到8月更多。現在1到8月已經有671萬人了，因為日幣貶值，日幣貶值，所以今年這8月底為止哦，所以後面還有一季的還沒有算進來啊，所以這個算不算是日本去跟中國大陸呢下跪呢，也很難說，要看最後的這個談判的結果。不過，其實這個國際媒體啊都非常注重這個事情。那事實上，川普沒有替高市早苗背書哈。Washington Post 的一個社論啊，也對高市早苗很不友善。他說啊，高市早苗啊是一個煽動性的民族主義者，他對華強硬派。那可是他的言論哈，似乎已經偏離了美國對於台海問題的一個戰略模糊的政策，所以其實川普是非常清楚的，因為川普到目前為止，他2任他從來沒有說台海發生危機是美國的存亡危機啊，要出兵啊，美國從來都是怎麼樣，都是模糊政策。高市早苗作為日本的日本作為這個美國的附庸國哈，他不跟着美國的政策走，自己往前跳。對美國來講，這是不可以接受的。所以呢，他們認為高市早苗是一個什麼煽動性的人物。這句話其實講的蠻重的。這句話對高市早苗，我覺得傷害蠻大的。不過，美國也有媒體也在 Bloomberg 也在報道，他說哈，事實上啊，中國大陸手上對於這個日本啊是有很多武器的。當然有人說會召回大使啊，不過大部分這個 Bloomberg 講的都是經濟武器。第一個當然就是人員的限制，因為他講大部分中國大陸都去日本花錢的，對日本的這個GDP 來講是有很大的幫助的。另外一方面，他也提到中國大陸可能會怎麼樣出口管制，那對日本進行出口管制，那就是稀土，他就直接點名稀土。他說日本的重稀土90%都是從中國大陸進口的，那中國大陸如果出口管制的話，那可能對日本的這個工業發展會產生重挫。第三個可能就是說啊，那麼中國大陸可能會加強在日中國企業在中日本企業的監管，比如說對他們的這些稅務啊，各種的這個勞動啊，還有各種這個營業競爭的標準啊，可能會從嚴監管，
這個會讓現在在日本、在中國大陸賺錢的東京威力科創啊、本田啊、豐田啊，甚至 Uniqlo 啊，然後這個無印良品啊，都會感受到壓力。那第三個的話，就是封閉日本相關的產業在中國的市場通路，那就跟當時對韓國一樣。所以我覺得日本這件事情，可能高市早苗有一點點沒有顧及它的經濟的效果啊。不過現在就看日本現在的外務省的局長已經去了，那會不會有一個轉圜？如果沒有轉圜的話，很可能這個事情中國大陸會用更多的這個制裁的手段。好，算是惹了不該惹的人哦，可能會讓整個全國日本這邊的民眾還有企業都會飽受一些問題跟苦楚啊。好，尊輝艦長，我是覺得高市早苗這個人哦，因為畢竟我們對他的批評，我們不是很了解他這個人是什麼樣的人，我們也沒有跟他共事過，所以最後對他的批評應該要從日本的政界裡面跟他有長期相處經驗的人，那些人的批評比較到位。那我看最近所有的批評裡面，我覺得最能得我心，我覺得這個批評的最好的就是鳩山由紀夫，他的前首相，他說了一個什麼呢？他說小狗會到處亂叫，但不管叫得有多麼大聲，終究只是一隻小狗。我當時一聽到這個東西，我覺得哇，他這個講的實在是太對了。為什麼你知道嗎？你知道這個高市早苗是一個我見過可能是一個極度沒有安全感的一個政治人物。從兩個方向你可以知道，她其實安全感是非常低的。第一個就是她是女性，她在日本是極度歧視女性的一個社會。我不要說別的，包含早期的台灣的這些在日治時代的，因為我岳家是本省籍的，我可以看得到，他們真的是那個男性的地位非常高，女孩子幾乎是沒有什麼地位的。那高市早苗就是在這樣的一個社會成長的。140年來，她是第一個这個女首相，第二個，現在眾議院的女性只有10%，我們台灣的立院還有40%的女性，也就是說，女性想要在日本的政界出頭非常困難，這是一個。那第二個呢，就是所謂的這個，她這一次首相之路啊，真的是各種的崎嶇啊。一開始當選了這個自民黨總裁，認為說可能是了，結果公民黨立刻就退出跟他的合作。你想想看，他在那1-2天他的心情的變化，那接着維新黨固然又這樣子去加入，但是鳩山由紀夫說的小狗你再怎麼亂叫，你就是小狗。我舉一個例子啊，這個吉娃娃是不是很喜歡叫，哇哇哇哇哇哇叫？它為什麼叫？因為它怕，它太小了。那個德國大狼狗趴在那裡站起來啊，眼睛看你一眼就會害怕，哇，呲牙咧嘴你就會嚇死。可是吉娃娃再怎麼叫，你會怕嗎？你不會怕。我覺得鳩山由紀夫對高市早苗的形容最到位，他就是一個喜歡亂叫的小狗，因為他沒有安全感。好，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好，除了看中日之間的關係，我們也很關心到的是中美俄三方的角力哦。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我們看到川普現在要對俄羅斯出招說支持參議院對與俄羅斯進行貿易的國家要徵收非常高額的關稅提案是500%，也就是5倍就對啦。好，川普說，正如你們所知，這是我建議的哈。因此任何跟俄羅斯做生意的國家都將受到非常嚴厲的制裁。其實要跟川普當朋友也是蠻累的因為他恐怕就是很容易的川劇變臉之前不是還跟普京麻吉嗎？說變臉就變臉，說徵收你5倍關稅就要徵收你5倍關稅。好，那彭博社這邊就有報道說，這個法案會授權川普對那些購買俄國能源產品，而且沒有積極支持烏克蘭國家的進口商品，課徵500%的關稅。好，那當然美國的財長他也講話他就講說會跟中國大陸即將要達成稀土協議，大家就也很關心這件事情嘛。好，那川普政府有警告歐盟不要拖延來降關稅。
好，美國的貿易代表格里爾也批評歐盟哦，如果沒有履行之前的承諾，警告布魯塞爾，如果繼續拖延的話，就會錯失川普最近釋出改善雙邊關係的善意。好，那到底什麼時候跟中國大陸在稀土上面有這個進一步的協議要達成呢？我們來聽聽這個美國財長貝森特怎麼講。We haven't even finished the agreement, which we hope to have done by Thanksgiving. And I am confident that post our meeting in Korea between the two leaders, President Trump, President Xi, that China will honor their agreements. Xi Jinping has great respect for President Trump. The meeting was conducted very high level, and I am confident that they will honor their agreement. 好，我們看到他是在講說，希望感恩節前要能敲定哦，而且他還嗆下說，如果北京反悔的話，美國還會有很多的手段可以報復。好，那當然現在看到川普也是砸了25億元哦，大舉的買債。好，主要原因就是我們看到美國政府公開的財務申報文件也顯示說，川普在8月下旬到10月上旬哦，購入了至少是8200萬美元哦。那當然其中包含的是 Intel 等美國企業。他一共進行了超過175筆的交易，這價值超過了3.37億美元，那大約等於是新台幣103億元。好，但問題就是說，現在這個有在說跟台灣一樣要有普發現金哦，說會普發6萬新台幣啦，大概是2000塊美金的這個普發的關稅紅利的政策哦，但是不是川普你說的就可以耶，這是要立法通過的齁。他說這個貝森特也講，此舉必須經過國會批准，然後制定新法。那估算下來，如果川普普發現金的方案成真，成本可能會高達6000億美元，那這是台幣18.8兆元哦，相當於美國預期這個政府2025年關稅收入的2倍。好，那當然是不是也算秋後算賬呢？川普最愛來這套哦。看到美國聯邦政府重新開門了，結果批評川普的公務員現在是被停職的，這是任命於這個美國衛生部下頭的國家衛生研究院的諾頓。好，他13號還是沒有班可以上，因為他被告知已經遭到非懲戒性的停職。好，大家知道諾頓哦，他是在今年6月有將近500名 NIH 員工跟雇員來聯署發給院長公開信哦，叫比賽大宣言的主要策劃人之一。他們就在痛批說 NIH 在川普主政下墮落，所以要求要恢復基於政治而被延宕或終止的救命性科研經費。好，其實它的利益性是非常良善的，公務員就是需要這些救命的部分哦，希望他能夠一直下去，但是他們不希望被政治綁架。但問題是，他現在被報復了。好，當然也有西雅圖的送貨司機哦，說他們的年收入幾乎都沒有增長。好，那車險、房租跟食品價格卻一路飆升。以前一個月哦能存300塊美金，現在每個月都要靠信用卡。目前的債務金額已經超過了9000塊美元哦，所以這物價上漲，就業艱難。整個政府停擺衝擊1/4的美國家庭都變成了是月光族，所以整個美國經濟哦，並不像很多政府官員所說的這麼好。這是我們帶大家來看到美國的一些內部困境。好，但問題現在中國大陸這邊哦，整個在崛起啊，也包含他們的 AI 還有電競科技哦。我們看到了這個是最近2025的王者榮耀 KPL 年度總決賽，看到了嗎？在北京的鳥巢上演，6萬多名的觀眾齊聚現場哦，那創下了最多觀眾的單場電競賽事的金氏世界紀錄。好，那這個門票也很貴哦，從488元人民幣到2088元哦，不等。鳥巢外觀眾也有很多的聲音穿透說，這門票好難搶啊，12秒就沒了，它真是走運哦。所以你可以看到這樣子的盛況就在北京的鳥巢。好，但問題是我們也要看到說科技上面哦，因為最近哦，因為晶片製造商安氏半導體導致荷蘭跟中國大陸的對峙，也引發了衝突。那這凸顯了就是供應鏈的脆弱性哦，以及在晶片產業中透過對話防止事態升級的重要性。所以哦，這安氏之亂真的是嚇壞市場。這是剛剛說的是艾斯摩的執行長認為哦，晶片現在很重要，
而且凸顯了供應鏈的脆弱性。好，那當然現在也說這華為啊，就是大陸的科技巨頭，要在21號發布 AI 領域的突破性技術，希望能解決算力資源利用效率的难題。好，要將 GPU 來進行這個 NPU 等等哦，用算力資源的利用率來從行業平均的30%到40%提升到70%。那對標的輝達2024年底收購的以色列公司的一個核心技術哦，所以看起來在科技上面哦，這個中國大陸也是非常的努力啊，他們的企業。那另外，美國對中國實施晶片禁運也產生反效果。看到有這個主編是認為說，封鎖自己哦，其實反而會加速中國大陸的發展，這反而會迫使美國重新審視他們到底還是不是一個超級大國的地位。好，那這樣子的論點哦，其實黃仁勳都講過啊。不過美國政府哦不信這一套。好，我們還是先看到這個川普竟然要對俄羅斯出手了，說要徵收500%的關稅。先問亮哥。不，這個不是對俄羅斯啊，是買俄羅斯油的進行貿易的國家。那第一名叫中國啊，那中美貿易就整個翻桌啊，這根本是天方夜譚啊！第一名叫中國，第二名叫印度了，增加500%的關稅啊，那中國大豆也不用買了，所以講這種都是廢話嘛，他就腦筋永遠都少一條啦。我說川普了。不是說我，對，我剛剛也少了一條了。川普就是這樣啊，而且這個議題不是一天了，已經很久了。你明知做不到還要吹牛，我看你怎麼弄啊！而且中國大陸目前是這樣，它針對稀土出口管制啊，它已經明言嘛，說今年10月9號跟4月那個稀土管制就暫緩1年，可是中國大陸要公布一個叫它叫 VEU 啦，這也是學美國的，就是對最終用途、最終用戶的一個認證的一個辦法啊。那就是你如果是稀土的出口商啊、進口商啊，那你要來填一個表，要說明你的最終用途，你就是最終用途，你不可以再轉賣啊。那你也不可以再針對這個稀土做加工，然後再把它賣出去，不可以啊。然後你到底要做哪些用途、什麼領域，你都要寫明明白白啊。那中國大陸如果考核一下，發現你講的是實話，那未來你就不用每次都要審批啊。這個是美國人發明的，美國人2007年就發明了 VEU， 叫最終用途認證辦法啊。那非常有效啊。那你認為，所以貝森的，你認為中國這樣有沒有違反他的承諾？中國大陸這樣就是要幹嘛？他要你不要賣給軍工企業，所以我講明了啦，美國的軍工企業還是拿不到稀土啦，中國也沒有意願要給你啦。那其他大概1年內有機會拿到了，可是我覺得，反正你從這個角度看，你就知道我們 F-16V 啊，明年要拿到。還真的有變數啊！看來是因為那個是稀土啊，對，那個就是最關鍵的材料嘛。是啊，對，所以看起來哦，還要再等蠻多的時間，因為這個顧立雄也說有挑戰性嘛。好，介大使怎麼看？現在美國的這個經濟狀況啊，事實上老百姓感覺都不好，因為我也碰到很多從美國回來的朋友，說你們物價到底怎麼樣？他說哇，真的是受不了，漢堡隨便吃一次都10幾塊美金啊。那過去都是4、5塊美金的，那都是已經3倍了啊，所以是很恐怖的。那可是川普嘴巴很硬，他都說美國經濟好得不得了，他說我們這有史以來最好的經濟，而且我們還要朝向一個最輝煌的時代，正在快速前進。哇，在他講的這個美國現在是啊，真的是有史以來最好的一段時間。那問題呢，他也有點矛盾。他既然說經濟那麼好，沒有通膨，可是他說要給很多中低戶的人補助，一戶他說中低收入戶，一戶2000塊美金，就是6萬塊台幣。那當然啦，當時他也沒先跟那個貝森特打聲招呼啊，貝森特就有點現在有點垮他台，他說一共要花6000億美金。你川普的意思是說，我發你一個2000塊一戶2000塊，是因為我從這個關稅裡面賺了很多錢，
哎，這個錢我就拿來跟大家分，這些都是外國政府這個笑納哈，就是說上供給美國的，我現在給中低戶收入說，結果這個貝森特說，我們一年這個關稅收入3000億，可你現在一戶花2000塊美金，那要6000億，所以還不夠花。那可是呢，川普的這個怎麼樣啊？那我辦法多的是，川普呢現在呢就說我說經濟很好。你們說經濟不好，那這樣子好了，我就把這個重要的國家經濟數據統計啊，我永遠停止，讓你不要亂拿，不要自己打自己的腳。所以呢 ，CPI 的統計也沒有了，失業統計也沒有了，而且聽說還是永遠停止。所以川普真的是怎麼講呢？聰明人啊，聰明人。可是這個聰明是不是智慧的話，就由我們自己來判斷了。好，艦長怎麼看？我是覺得，從我們這一次普發1萬塊哦，你去問問你旁邊的親朋好友，看看誰能夠說很看淡，我不在乎，我不可以不要。我看每個人都非常的高興啊，這一個月能夠多拿1萬塊錢。我從我們這個旁邊这次普發1萬的心情啊，我去反過去就去推啊，我說推誰？美國民眾如果發2000塊，你認為他會不會高興？你認為他會不在乎嗎？他一定會非常在乎，而且川普是非常賊頭賊腦的，你知道？他有講哦，他說這個錢不是2025年發哦，他說我們是2026年，我們就有這個足夠的錢了。那2026年的話，你推測一下，還要經過國會同意啊。那我問你，川普提出來，這個共和黨會不會阻擋說不發？怎麼敢？共和黨不會阻擋，那只剩下民主黨阻擋。那民主黨阻擋的話，明年要期中選舉，期中選舉的時間是11月。如果他們在這個表決的時間點是7月左右的時候，我問你，民主黨把它擋下來，他不是找死嗎？這個東西我再跟你講哦，你去想想看，我們自己拿這1萬塊的心境怎麼樣？你就到那個時候，民主黨敢不敢擋這個錢？那我覺得，我如果是民主黨做這個決策的話，我覺得我還會反向操縱，我們加碼，我們要提到3000塊錢，反正發錢的是政府發。煩惱的是川普，你發2000，我發3000，我看看到最後選舉誰不利，這是第一個。所以你說他會不會？我覺得是有可能。第二個哦，電競這次在北京的這個，其實我蠻意外的。為什麼？北京中央通常是不允許、不鼓勵這些東西的，他這一次的政策轉變了。第二個呢，它的消費升級，你記住哦，電競這是非常耗錢的，它沒有什麼建設性。那我覺得整個的中央的政策轉變了，然後你也可以看到。整個中國人的消費升級到能夠去買這麼貴的那個票，這是一個讓我覺得非常意外的事情。好，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有句話說叫做2大國之下難為小，台灣也是，其實韓國也是。我們來看南韓這邊的情況，因為他們夾在了美中之間哦。像是李在明哦，現在也呼籲對美國投資的時候要加強對本國的投資。他就在一個場合上面講說，外界很擔憂，隨着對美國的投資增加，國內的投資就可能會縮減，所以他就要求國內的企業要更積極的考慮在國內投資。所以他也請企業跟政府來協商，利用這3500億美元的投資方案，要用於企業的海外投資。但是呢，他其實也有對中國大陸來示好。我們來看哦，他跟3國官方來表述，明確為韓中日。好，你有發現順序哦？這跟過往可能有些不一樣哦。韓中日，也就是把中國放在了日本之前哦，所以外界就覺得說，這可能是韓國，也就是南韓跟中國示好的一個表現。好，確實，中韓之間現在還面臨的考驗哦，當然就是因為之前那個川普跟韓國之間的協議哦，南韓不僅實現了他理想的輸美產品的關稅目標，那更引發關注的就是韓美合作為南韓建造核潛艦項目哦，這確實有踩到一點中方的這個紅線。好，那最終協議中的這個韓美同盟現代化的部分，更也被指說是牽制中國意願的意圖相當明顯，所以中方也以提出外交關切的方式來表達不滿以及反對。
好，那韓國這個部分當然就牽涉到黃海這邊的局勢啊，所以就很多人說美軍現在草木皆兵，部署在3海。我們首先就從黃海開始看起，也就是美軍高層攤牌了，是不是要求南韓的核潛艦必須要用於抗中，而不是要嚇阻這個北韓哦？這是美國的海軍作戰部長考德爾上將公開就表示說，其實美方預期南韓未來部署核潛艦哦，不是你們原本想象的跟你這個促必給表有一些衝突的時候要用再來嚇阻哦。其實美方是希望哦，這個南韓用在印太地區要來發揮作用。就是要因應中國迅速擴張的海上力量，而不是只有說這個首爾所設定的對北韓來進行威懾，所以不是哦，不是這樣子哦，事情不這樣你要干單吼。好，那再來看到的就是南海的部分哦，這邊也是超級敏感地帶。好，中國大陸的轟炸機編隊哦，巡航南海哦，反制非美日的聯合巡航。那我們看到，這是美國海軍陸戰隊太平洋部隊發言人說，美國海軍陸戰隊第1無人機聯隊哦，已經部署到了菲律賓。好，那這個中隊哦，裝備了 MQ-9A 的死神無人機。那這一次的部署是為了助力菲律賓的海上安全，同時要增強美菲聯盟的海上態勢的感知能力。那解放軍南部戰區的組織轟炸機編隊在南海進行了例行的巡航。那菲律賓哦，頻繁的拉攏域外的勢力組織，所謂的聯合巡航哦，是破壞了地區的和平穩定，也正告菲方哦，要立即停止挑起事端、升級緊張的局勢。好，所以現在也看到啊，避免機密外洩。之前哦，這個川普這個去亞洲行的時候，不是就有發現這個 F-18戰機跟 MH-60的直升機墜入南海嗎？他們現在哦，這個美軍的救援船已經前往南海來倒拉，來打撈，好，就是怕機密外洩，所以這個行動哦，趕快持續下去。好，但除了黃海、南海，剛剛還講到有另外一海哦，就是遠在太平洋另外一端的加勒比海。好，最近我們也看到哦，這個美軍動作非常大哦，帶大家也看一下畫面哦，就是五角大廈證實哦，美國這個南方之矛的聯合這個派特遣隊在東太平洋國際海域哦，是再度攻擊了疑似運毒船隻，造成了船上有3人死亡。那這舉動呢，發生在美國福特號航空母艦的打擊群駛入加勒比海之際。好，那當然也看到數代以來最大規模的火力集結哦，但是外界哦還是非常質疑它的真實意圖啊。現在也有人說，其實川普意在的就是委內瑞拉的原油。好，那當然跟馬杜洛可能也有一些關係哦。所以說，這個福特號航艦駛入了這個加勒比海，川普也說，美國可能會跟委內瑞拉的總統來討論。那這個討論到底是什麼呢？其實沒有特別的講明，但是也確實讓美國進一步加強在委內瑞拉附近的軍事存在。那當然，美國宣稱哦，我這個行動哦是要這個針對的是打販毒集團哦，而且是說馬杜洛領導的販毒集團，所以要列為一個外國恐怖組織。那川普也暗示對委內瑞拉方案已定哦。那美軍的南方之矛的部署規模也創下了本世紀的新高哦。他們在加勒比海集結的，我跟大家講，包含的是航空母艦福特號在內的10多艘戰艦，然後還有1.5萬名軍人以及10架的 F-35戰機，然後還對涉嫌毒品販運的船隻展開了至少20次的打擊，所以很多人才說嘛，這個大炮打小鳥的意味非常的重，所以是不是就如同很多人講的，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好，我們還是先看到了南韓之間的一些問題，還有這3個海域，我們先問亮哥。我覺得韓國、日本跟台灣哦，處理美國跟中國，韓國是最聰明的啦，左右逢源嘛，而且投資美國的部分。那個三星投資那個半導體、現代汽車，那還有造船業，這本來就是他們要的啊。所以我覺得韓國真的是最聰明的國家了。那跟中國目前很可能這個 K-pop 也要逐漸要緩和了嘛，那這個第2聰明當然是日本啦。如果不是高市早苗講這番話了。可是你可以看到日本好歹還有陸客啊，那最笨的當然是賴清德了，他搞到連陸客都沒了。
搞到你只能对美國一面倒啊，就愚蠢嘛，就簡單講嘛。所以你去看比照韓國、日本，那日本當然就是高市早苗這個事件要怎麼善了啊？那你看李在明多賊啊，立刻調整啊，韓中日，中國立刻拉到上面來了。我覺得這個很靈活啦，知道你周邊的矛盾啊。那現在他要買核子潛艇，他當然知道中國反對嘛。那美國怎麼講歸他講啦，所以你不要以為韓國會照做啦。韓國怎麼可能去得罪中國？我講的是軍事哦，你是不要命的嗎？那中國大陸就放手讓北韓去搞你就好了，所以這個是不可能的事情嘛，可是美國當然就要這樣講嘛，因為坦白說，真的對北韓沒有核彈的核動力潛艇能幹嘛？所以我講白了，最終目的就是核彈嘛，因為北韓有核彈嘛，他會怕嘛，核威者嘛，那他不要依賴你核子保護傘嘛。我希望我有核彈嘛。我跟你講，因為核子潛艇的那個燃料它的鈾濃縮要到70%，我們核電廠只有20-30%，所以這個就是一個過渡階段啊。因為90%就是核彈了，所以我認為南韓就是要發展核武啦。我們講白了啦，那高市早苗當然看到啦，我也要。高市早苗不是說要修改5核3原則，可是我跟你講，這個日本難度很高啦，因為這個要國會高度共識。可是我認為，光是日本內部它就很難搞了。不過你可以看到韓國，我覺得這是一個聰明的國家，他知道他需要什麼啊。那你面對北韓，他有核武啊，這早晚會被承認的啊。那我怎麼辦？所以他就想要搞平衡嘛。所以我覺得他都精準的抓到他國家利益的需求，然後就去營造成功的可能性了，那台灣我講白了，我都不知道賴清德在幹什麼，你還要去美國幫人家蓋科學園區嘞，然後整個供應鏈都要過去嘞，也不知道你幫台灣留下什麼，不知道啊。對，所以就很多人認為說，過去亞洲四小龍，其實台灣是在前面哦。就現在比南韓後面就算了，結果也沒有為了國家利益而着想。謝大使，韓國這次真的是很精準的抓到了美國的這個怎麼講呢？需求了。因為韓國不是要拿3500億給美國嗎？它裡面美國是2000億做其他投資，1500億指定是做造船業。那你知道韓國在造船業被中國大陸超越前，它是世界最強的。所以美國現在它這個去年他們公布一個消息說，中國大陸的造船的能量是美國的234倍，所以美國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它沒有造船業了，對，它連船的這些維修都出問題了，所以他很希望借重韓國的造船的能量來讓自己美國的造船業重新恢復，所以韓國就借這個機會跟美國談判，結果現在這艘船。川普是批准了，可是現在在哪裡造雙方還有爭論。美國說這當然在美國造啦，因為韓華這個韓國最大的造船公司韓華在費城有一個廠，他們就在這個廠造。那韓國人說那個廠的這個能量不夠，還是要回韓國造，所以他們還有一些細節要談。不過韓國是有這個條件啊，他借着這個美國想借重韓國的造船業的能量的時候，恢復美國造船業，趁機提出來這個要求。那日本沒有這個機緣，那不過就變成就是說，其實看起來這個核動力的攻擊潛艇看起來好像是核武，可是是有爭論的，因為核武事實上的話，你如果定義為是造成極大傷害，它極大的爆炸力造成大規模的毀滅人跟建築的毀滅，那個可能被定位為這個核子潛艇。核子武器，可是這個核動力潛艇，事實上它跟柴油潛艦只有一個差距，就是說，第一個它是無限航，它只要加了燃料，它可以一直在水裡面，它不需要常常浮到水面上，也不要去靠岸去加油。那另外它速度是比較快。那當然就是說，剛剛那個郭委員講，我也同意，它可能是一個階段性的，它要先進入到核攻擊潛艇，下一個就是核武器。不過這個可能時間會拖得蠻長的。不過
在這一點就看出來，韓國人知道跟美國人交涉的時候，你還可以跟美國人要東西。对呀。我們現在這一群人跟美國打交道，跟美國人連開口的勇氣都沒有，就一路任憑宰殺，然後呢，那個幫美國人緩頰。這個是啊，我們跟美國合作啊，然後呢，我們的產業什麼全球化布局，胡扯八道一氣，還替美國人怎麼樣圓謊，這個差距實在太大了啊！所以啊，這個我覺得這個領導人的素質，這個是關鍵，領導團隊的素質是關鍵。韓國你不要說，李在明這個啊，這次他們跟美國談判，還有川普去韓國訪問的時候，看李在明的表現。可圈可點，所以韓國是可以看出來，他們還是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最怕某些人啊，領導一個國家啊，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好，艦長怎麼看？剛剛大家都在熒幕上看到了一個，就是美國打擊委內瑞拉那個販毒船的時候，一彈給他這個打死。我不曉得你看到那個就像這一張這個影片，你有什麼感覺？我看到我每次覺得不可思議，你怎麼可以這樣打他嘞？就算他是販毒船，你也不可以這樣殺他。只要證明啊，對呀，你没有任何的程序，你就把他給殺掉了。這個我始終認為啊，川普現在是為所欲為啊，他是包括什麼關稅、什麼東西限制那個，我的感覺他有一天他會去面對法律的，就跟杜特地當初這樣殺人一樣，不是你要殺就可以殺的，你怎麼可以這樣抓了一個不經過審判，萬一被誣陷呢？除了這一個之外哦。我覺得川普真的想要打委內瑞拉，他不是擺個樣子。我最近聽到一些說，委內瑞拉大概陸軍有個大概10幾萬嘛，那目前擺在外面的這個美軍大概只有1萬多，說這個數量是不夠的，你完全錯了。現在非常足夠，為什麼非常足夠？你知道嗎？因為美軍跟委內瑞拉那個2個檔次差多少，你知不知道？那我舉個最簡單的，委內瑞拉有多少空軍？那個空軍有多少戰鬥機？知道嗎？36架，2種形式的。這36架能夠飛的哦，不到15架。那今天美國如果要去打這個國家，先把你的空軍打掉，把你的雷達站打掉，把你的防空基地打掉，美軍所有的飛機進出委內瑞拉如入無人之境。這時候你有幾十萬的、10幾萬的陸軍有什麼用啊？你擺在那裡只有挨打的份。所以現在啊，美國擺在那裡的軍力就看他動不動手。一旦他動手，秋風掃落葉，很快就可以佔據。那我覺得他會動手，為什麼你知道嗎？就是因為委內瑞拉有全世界富含量這個長油量最高，然後距離美國又近，它不是一個很遠的地方，所以它的成本會是最低的。那他想要就是說控制這個國家，然後用美國的商人去開發它的油，然後最得利的就是美國，這是川普在想的。而且在野黨領袖願意配合。對啊，而且我再跟你講。美國的 CIA 在委內瑞拉有很多的布線，你們知道嗎？委內瑞拉的政府是糟糕透頂的政府。如果我是委內瑞拉人民，我可能很希望美国來。為什麼？民心望治啊！我希望一個美國富強的國家能夠帶給我們這個，最起碼我們生活這些委內瑞拉政府，毒販、黑幫、警察、政客，通通結合在一起，人民水深火熱。所以你認為美國只要說國際上沒有太多的反對聲音，我跟你講，等着看，他會對委內瑞拉動手，就是因為那個利益最大，那個大到不得了，那麼大的一個天就在他的古巴，就隔了一個古巴，那個佛羅里達，古巴就是委內瑞拉，這個如果說它跟全世界的油價一樣，這個你的油價會是最便宜的。然後我問你，你是川普會不放嗎？